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一博真的是文盲吗？高中毕业的他，文化水平可能连初中生都不如。相信大家最近这段时间提到王一博，有件事情是大家公认的，那便是王一博最近这些年的近况可谓是相当不如意，尤其是这些日子来，王一博文盲这件事情一度冲上了热搜，让王一博可谓是负面新闻影响非常严重，对于王一博的发展来说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毕竟文盲这件事情一旦压在王一博头上，可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搞不好随时可能坑到人家一把。那王一博真的是文盲吗？我们查一查王一博的资料就可以知道了。王一博的毕业院校里面清晰的写着韩国首尔翰林艺术高中，看起来好像王一博是个高中学历呀，这也算是不错的选择了。其实不然，事实上，对于王一博的学历水平，我还真的不能过多去揣测，但可以肯定的事情，王一博现阶段的文化水平并不是他的真实水平。如果大家有仔细去留意过王一博的情况，就知道一件事情，出生于河南洛阳的他，其实很早之前因为对街舞产生了兴趣，这么小的年纪就开始放弃学业，专心搞起了街舞，看似是王一博热爱自己的艺术发展，其实不然，王一博是在自掘坟墓，从小就玩物丧志的情况下，到了初二就放弃了学业，专心去搞起了练习生，看似发展一切都顺风顺水，实际上，这搞不好是给王一博埋下了一颗雷。一直以来，很多人都觉得王一博和肖战之间，王一博的实力会比肖战强很多，但不得不承认，王一博在文化素质这方面，恐怕是真的不如人家肖战强。记得有一次他们同台表演的时候，他们之间上演了一段台词，可结果啪啪打脸了，王一博全程被动，只有肖战力压全场。一眼就能看出来文化水平差距，原因就是因为肖战人家好歹是大学本科毕业。其实，文化水平看似不是很重要，但其实很重要。像王一博这样的情况，如果持续这么下去的话，其实没有文化，他是很难理解其中的字面意思和内涵的。很多台词，我们很明显能看出来背后的含义。那是因为我们能够正确理解这些文字，可是，一旦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等到哪天真的需要时，那麻烦就像现如今的王一博那样，各种尴尬的事情都出现了。有人说，王一博没有文化，照样能够火下去，也不影响他的发展之路。其实不然，事实上，恰恰相反的是火只是一个伪概念。当王一博的硬伤出现时，必然会牵连到他的方方面面，能不能持续走下去，这就是个关键。其实，我觉得真正倒霉的是我们这些普通观众，似乎流量明星很多人都是属于那种低文化的水平，这样的演员和明星，他们能演好作品吗？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王一博等娱乐圈文盲与马保国其实就是一类人。说这事之前，还是得有请亲爱的马保国老同志出场。马保国同志现在其实本该还是一个武林高手的，因为他老人家嘴上功夫，手上功夫都是特别了得的。原本他应该走遍天下无敌手。因为空气就是他的对手，甭管 PM2.5 是多少，一套拳脚下来，都得败于无形。但马同志是实诚人，这要搁无耻之徒，
非得在下雨天跑山上来套五连鞭，宣告天下，自己能把天打哭。当然，末了是要对天抱拳喊2声承让，承让的，否则老天爷难免感到憋屈，一口气上不来，地球嗖的一下被吸到黑洞里，那全人类岂不是跟着玩玩？由此来看，马同志也已经低调得很了，是一个特讲究点到为止的人。可人有点荣誉，吹捧的人多了，就免不了有点飘。马同志虽已是名人，但非常亲民，人缘那是杠杠好。不过也免不了遭人嫉妒，试图挑战其江湖地位的宵小之辈也不在少数。本来马同志完全可以不应战的，之前为了避免伤人，他已经多次拒绝上台打擂。但是为了弘扬其绝世武功，也全当给支持者送福利。69岁高龄的他做了他一生最错误的决定，结果就不说了。不过马同志倒地3次，爬起来依然不认输的劲头倒是很有点娱乐圈某些文盲艺人娱乐大众的风采。马保国同志除了脸上褶子多点，表演略显生涩，其实更具娱乐精神。其独门绝技闪电5连鞭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被人们当成消遣的素材使用。若不是年龄大了点，炒 CP， 放出点绯闻，秘密生子，爆出个床照，那也应该是妥妥的顶流。由此来看，其实文盲不打紧，会玩儿，会被别人玩儿，会被别人觉得好玩儿，那才叫娱乐精神。藏獒当年身价百万千万，你看他学好数理化，背得过几首唐诗宋词了吗？之所以能炒那么高身价，一身腱子肉就是本钱，长得又与众狗不同，看上去威武霸气，也很能打，这才敢吹1鳌抵3虎，3鳌沉航母，7鳌灭上帝，10鳌创世纪。如今藏獒虽然泯于众狗，失去了往日风光，但凭很能打这一条儿，也还算狗中白领。所以说，损归损，文盲不要紧，身上有点绝技，不说大富大贵，起码可保天天有肉吃。如果只是长一身好毛，即使扒下来做成狗皮褥子，那也是低端货色。大家不待见文盲艺人，其实不是不待见那些家伙不识字不识数，而是认为这些家伙屁本事没有，靠天生的皮囊招摇撞骗，日子过得太滋润。当然这被认为是酸嫉妒，但这酸和嫉妒是人的正常心理反应，和看到一泡臭狗屎就感觉厌恶想吐这种生理反应是一个意思，没什么本质区别。产生这种反应的原因，当然有某些人小肚鸡肠，见不得别人好的妒忌心理，但如果有这种心理的人太多，那就要想想是不是自己的毛病了。流量艺人被群嘲显然不是个别现象，而且也不是真的嘲笑这些家伙没文化，而是顶着个艺人的身份，活儿却干得一塌糊涂。常香玉、赵丽蓉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标准文盲，全红婵自己都说了，喜欢跳水的一个原因是不用做作业，想必如今给他5年级的试卷，都未必能答及格。但你看这些人被嘲笑为文盲了吗？人生短暂，术业有专攻，谁都不是全能型人才，把自己想干、能干的事做好，不但不会被人嘲笑，反而会赢得尊重。沽名钓誉本就不对，还要把自己塑造成完人，从而方便捞金，这和坑蒙拐骗偷有什么实质区别？被人吐一脸就已经是轻的了，还不好自为之？像马保国那些被打趴下是迟早的。快钱时代，提速为先，引导误导，关我屁事。学习耽误赚钱，再说心也不在内地，早晚移民，用不到汉语。
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